美国政府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尽管为 F-35战斗机项目不断地增加费用，但连续6年 F-35都没能达到战备标准。作为美军的王牌装备 ，F-35战斗机自服役以来问题频出，发动机故障、起火、坠机等等事故不断。值得一提的是，其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早已被中国列入制裁清单。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 ，F-35机型被美国国防部下令暂停交付1年。目前 ，F-35战机的制造商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加速交付这款战机。今年第3季度，该公司交付48架，预计截至年底将交付90到110架。而这款飞机的年产能被设计为156架。而在暂停交付期间，洛马继续生产，导致这些战斗机只能堆积在停机坪上，眼看就没有足够的停放空间了。为此，美国政府还曾警告说，将如此多的全新 F-35存放在一个地方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遭遇突发情况，集中存放的部分或全部飞机可能会损坏。另一方面，美军对这款主力战机相当不满。虽然批准了最新交付的 F-35投入飞行训练，但颁发全面作战认证仍需时间，预计到2025年才能投入实战。据报道，美军诟病的是新交付 F-35战机的技术更新3项目进展不顺利。这一更新项目涉及一系列改进，包括更换驾驶舱显示屏、更好的计算机内存和更强的计算机处理能力等。只有这一项目完成后，完整形态的 F-35才能发挥作用。美军 F-35隐形战斗机机队的全寿命运营和维护费用已经高达1.58万亿美元，比2018年的预期上涨了44%。但令美军不满的是，尽管 F-35战机项目不断增加运营和维修支出，但是连续6年仍未能达到一项关键战备指标。除了 F-35，还有7个战术飞机项目也连续6年未达到能执行任务率目标。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去年 F-35战斗机联合项目办公室启动了战争准备就绪计划，目标是在2024年3月底之前将 F-35战机能执行任务率提高10%，但实际情况是仅提高了不到3个百分点。它的零附料件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个缺工潮影响的这个零附料件的这个生产一直还没有完全修正过来。这是洛马现在不管是在交际也好，或者在履行这种就是维护就是作业维持的合约上来说的确产生了相当大的困难。目前主要有2大问题导致 F-35战备率不达标，但官方拒绝透露是哪2个问题。但外界注意到，美国空军杂志曾报道称，美空军 F-35A 机队能执行任务率下滑，原因是越来越多的 F-35A 战机发动机存在问题，而且这种状况将持续数年。由于美国国防部要求武器装备与中国产供链脱钩断链，这导致采购、生产和测试流程要大量推倒重来，极大增加了 F-35的制造效率和成本。多份美国智库报告称，美国先进武器中包含大量来自中国的稀土制品、特种金属和电子元器件等。例如，每架 F-35战斗机需要消耗400公斤的稀土，而美国80%的稀土制品来自中国。美国国内为此炒作所谓中国产品渗透美军装备制造链，渲染此举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2022年9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为 F-35战斗机制造涡轮发动机的霍尼韦尔公司使用的关键磁铁部件中，就含有由中国生产的合金，此举违反了美国的相关采购法规。F-35联合项目办公室随后表示，迄今为止所交付的超过825架 F-35战机中，全部包含中国产零部件。五角大楼承认，磁铁不会传输信息，也不会将战斗机置于危险之中，已经交付的战斗机不需要更换磁铁。即便如此，受五角大楼推动的武器装备制造链去中国化影响， F-35战机的交付工作当时依然被迫叫停。不过，在1个月后，美国国防部又签署国家安全豁免证书，让五角大楼接收当时生产合同中的126架等待交付或即将交付的 F-35战机，并将合同交付的最后一架飞机的验收日放宽到2023年10月31号。
洛马公司当时也在一份声明中说，霍尼韦尔公司已经找到了这种合金的替代来源。不过，美国国防制造业使用复杂的分包制度和全球采购模式，连美军方也承认，美国主要军工企业难以彻底搞清楚整个供应链的全部细节。同时，美军试图强行在武器制造链实现去中国化，必然需要绕路去寻找代替产品，将显著增加其采购的周期和成本，损害自身利益。比如说以像电线来讲，一个电线外面附了一个这个绝缘体，然后这个东西中国大陆在供应这个全球市场上那个销量也非常大。那一架战机，它往往像 F-35战机里面这种东西，可能需要数十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线束才能够让这架战机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这种东西过去无可避免的，有些东西可能是来自于大陆的这种供应链的供应。F-35的丑闻还在于事故不断，尤其是垂直起降的 F-35B。今年5月28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35B 战斗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国际机场附近坠毁，机上飞行员弹射逃生，但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而这起事故尤其让美军揪心的是，涉事的是一架新飞机。此前，在2022年和2023年 ，F-35B 也发生坠毁事故。据美国防务新闻透露 ，F-35的制造工艺存在严重的马虎状况。2023年新交付给美海军陆战队第311中队的5架 F-35C 舰载战斗机上发现一系列问题。制造工艺和事故率已经影响了 F-35的部署以及美国盟友的信心。据报道，在一场原本计划在印太地区举行的联合演习中，原计划出动70架战机，但由于安全因素及外部要求彻查事故隐患的压力，最后不得不去掉部分 F-35和 F-22隐身战机，改为由3代机临时补缺。美国海军还抱怨 F-35C 舰载战斗机的战备出勤率不足，已经影响到航母打击群的威慑力。一个战机它通常像以现在 F-35来讲，它还是属于开始服役的这样的高峰期，所以就代表就是第一，人员对于这个飞机可能的这个熟悉度不如可能已经操作了这架飞机数百小时这些老练飞行员，所以通常一架飞机开始在换装或初始换装的机械那个阶段，它的人员跟机械会发生因素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针对近期引发半岛局势陡然紧张的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朝鲜方面对坠落的无人机残骸进行了拆解和分析后，27号公布了最终调查结果，认定韩方无人机入侵目的是空投反朝宣传单，挑衅行为的肇事者是韩国军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27号发布了韩国无人机渗透进入平壤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由朝鲜国防省和国家保卫省等相关专业机关组建侦察联合工作组，对坠落的无人机残骸飞行操纵模块进行了拆卸后，全面分析了飞行计划和飞行历史记录数据，最终认定这架无人机系韩国军方有意操纵，进入朝鲜的目的是空投反朝宣传单。发言人警告，如韩方再次犯下侵犯朝鲜主权的行为，朝方将毫不留情的行动。收集的证据资料里，包括从2023年6月5号至2024年10月8号由韩方制定的238个飞行计划和飞行历史记录，其中除了2024年10月8号以外的数据，都是这架无人机在韩国领域内飞行过的数据。此外，无人机里还记载了反朝宣传单空投计划和空投历史记录。实际上，早在10天前，朝鲜国防省已经发布了坠毁无人机的残骸照片。从其机体外形及下部原封不动的附着传单散布筒来看，朝方当时初步判定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是对平壤市中心投放传单的无人机。这次公布的新证据则进一步进行了证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朝中社随文发布了5张图片，前2张分别是坠毁无人机的计划线路图和10月8号当天的实际飞行线路图，第3、4张则是该无人机当天途经的具体坐标点、高度和地名。图片上的信息显示，无人机于8月23号25分30秒从白领岛起飞，经过黄海南道长渊郡和礁岛周边海域，飞到南曹鸭岛周边海上后变更航线，经朝鲜重要的贸易港口南浦市千里马区上空渗透到朝鲜首都上空。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国防省专门在第5张图片中列明，韩方无人机于9号1时32分8秒在朝鲜外务省大楼和胜利地铁站中间上空，1时35分11秒在朝鲜国防省大楼上空空投了反朝宣传单。图片还显示，飞越朝鲜国防省时，这架无人机离地高度仅为321米。整个飞行过程，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成控，因为这个无人机个头不大，也没有这个卫星通信天线，远距离遥控的话很难做到。比如说用地面电台控制的话，也就是100-200公里的这个范围，要想再飞远一点，可能就失联了。那么朝鲜方面最终的检测结果大概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成控的话都是有记录的，因为事先你要把程序输进去，它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飞行，甚至连空投点它已经都设置好了。这样的一架无人机在夜间飞入平壤上空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按照原本的飞行计划，韩方无人机完成在平壤的任务后，原本将返回白领岛，但最终在平壤兄弟山区西浦一栋第76居民班地区坠毁。值得一提的是，面积仅为46平方公里的白领岛，位于朝鲜和韩国北方分界线附近，距离朝鲜黄海道仅有10公里，距离韩国仁川市中心也只有193公里。因极具军事战略性，该岛也被视为朝韩争议岛屿。韩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还曾斥资42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亿元，在白领岛进行公共海域填埋工作。计划将这座小岛建设成韩国海军的前沿基地。针对朝鲜宣布渗透至平壤的无人机为韩军方所属，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无法予以核实。早前该国国防部也表示，针对朝鲜的单方面主张并无确认及反驳的价值。韩国的不回应态度引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的冷嘲热讽。他于28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称，如果是首尔市上空出现来路不明的无人机，空投指责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传单，而朝鲜方面也完全不回应，不知韩方作何感受。观察认为，尽管韩国方面没有证实无人机所属，但从朝鲜公布的照片来看，坠落平壤的无人机外形与韩国此前阅兵式上展示的远程侦察用小型无人机几乎一模一样。该机是韩国星宇工程公司在阿尔戈斯垂直起降无人机基础上研制而来的固定翼无人机，采用后掠式上单翼，翼间安装了稳定垂直翼面，机身后方配备一台航空活塞发动机，最大续航时间为4小时，飞行距离约为400公里。机头下方配备光电设备，可执行侦察和监视任务。韩国防卫事业厅在2020年曾进行快速飞行器采购项目的征集，采购了一批该型无人机，装备于韩国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从外形看呢，它个头不太大，采用一台活塞式发动机，而且是推进式的活塞发动机。一般来讲，如果它是侦察机，应该有摄像装置或者照相装置。机翼呢，采用了带一点后掠翼的方案，留空时间我估计7-8个小时是没问题的。从韩国的某一点起飞，飞到朝鲜境内执行完任务再飞回去，这个时间航程应该都够。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背后，韩国无人机领域的发展也引发外界关注。韩国的军用无人机严格按照上世纪90年代韩国国防部提出的3步走战略发展，也就是先研制出满足炮兵目标指示、军队进程侦察和边境监视的小型战术无人侦察机，再研制出类似美国捕食者的长航时中型无人侦察机。第3步是购买或研制类似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以实现在2020年前后建成体系完整的无人机打击体系。2002年10月，韩国在3步走战略基础上又提出无人机总体发展计划，确定将轻转翼侦察无人机、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和隐身无人机作为主要发展机型。去年2月，尹锡悦政府发布国防改革 4.0 基本计划，提出重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加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有人和无人混编作战体系。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韩国在去年9月1号正式成立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直属韩国国防部，是韩国首个由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构成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在韩国版3轴体系中负责大规模报复作战支援行动，地位十分重要。
无人作战司令部成立后不久，韩国举行了近10年来的首次大规模阅兵式。目前，韩国一线部队普遍装备的是 RIMO-I-002、RIMO-I-006 小型战术侦察无人机。这2种无人机采用强化塑料和碳纤维制造，电动推进、手持抛射和腹部着陆方式，最高时速75千米，作战半径75千米，装备在韩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在非军事区一带的前线部队，用于监视5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对面的朝鲜部队。目前，韩国缺少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未来将担当韩国中高空侦察打击主力的主要是 QSFS 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和 UAV-2 侦察无人机，前者与美国死神无人机性能接近，可执行火力打击等多种任务，后者的优势则在于续航时间长。韩国开发无人机起步比较晚，因此现在看他们搞出的一些无人机多半是小型的。因为中型无人机这研发难度比较大，成本比较高。从目前情况看呢，韩国生产的无人机主要是以侦察为主。至于察打一体无人机呢，目前还没有看到韩国开发出什么像样的这个机型。但是从趋势来看，今后肯定会把无人机呢搞得越来越大，让他们能够挂载导弹和炸弹来执行相应的侦察和对地打击任务。